1833年9月，印度加尔各答港口。你得先想象一下加尔各答的9月是什么感觉，空气又潮又热，呼一口气像在喝温水。码头上的石板被太阳烤了一整天，光脚踩上去能烫出水泡。英国军官们穿着厚厚的羊毛军装，没办法，大英帝国的军装条例不因为殖民地的温度而改变。汗从领口往下流，衣服潮得能凝出水，军帽底下的头发一绺一绺粘在额头上。驻扎在这里的英国人每年夏天都有人因为高温和热带疾病倒下，严重的甚至死在军营里。几个军官站在码头上，死死盯着一艘刚靠岸的美国商船。这艘船在海上漂了4个多月，从美国东北角的波士顿出发，横穿大西洋，绕过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再切过赤道2次，最后开进印度洋。船舱在过赤道那几天被太阳烤到至少40度，水手把船舱顶上的风板一块一块敲开，一股白色的冷气从舱里漫出来。在加尔各答35度的空气里，冷气碰到热空气，瞬间凝成一团白雾，像有人在船舱里点了一炉鲜香。码头上的印度脚夫停下手里的活，远远盯着那团雾。几个人开始窃窃私语，那艘船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军官们愣住了，其中一个人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这是他在印度待了8年，第一次感到凉。舱里整整齐齐码着的不是货物，不是补给，是一块一块切得方方正正的冰，从18000公里外的波士顿运过来的冰，而且经过4个月的航行，2次穿越赤道之后，舱里还剩整整100吨。这一刻，码头上的英国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见证什么，他们以为这只是一个美国商人脑子有问题，但他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跨洋商业帝国的第一块拼图。这个把波士顿的冰运到加尔各答的人叫弗雷德里克·图德。20年前，他是波士顿上流社会的笑柄。12年前，他在债务人监狱里啃发霉的面包。5年前，他刚刚在加勒比海赚到第1桶金。而20年后，他会垄断全人类的天然冰块跨国贸易，把波士顿冬天里没人要的冰变成全世界富人和殖民地军官抢着买的奢侈品。他做到的事情听起来像一个段子，但每一吨从他船上卸下来的冰都是真金白银。今天强叔就带你扒一扒，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把一门看起来彻底不可能的生意硬生生做成了一个时代。故事得从1783年说起。弗雷德里克·图德1783年出生在波士顿，一个标准到不能再标准的精英家族。他爸爸是当地最有名的律师之一，跟整个新英格兰商人圈子都有交情。他哥哥是文学家，后来挂得上美国文学史。他们家族里几乎所有男人都是哈佛毕业。你大概能想象那种家庭的早餐桌，聊的是法律判例、希腊文献、欧洲游学计划。而图德是这个家里的怪胎。13岁那年，他跑去跟家里说，我不想念书了，家里炸了。但拗不过他，他没去哈佛，没去律师事务所，跟着家族的一艘商船跑去了加勒比海。那次出海，他第一次踏上热带土地。你想想，加勒比的太阳，波士顿冬天能把湖面冻出半米厚的冰，加勒比1年没有冬天，最热的下午，地表能把你的鞋底烤软。图德在岛上发现了一件让他终生忘不掉的事情。当地人一辈子没见过冰，不是没见过精装冰块，是连水可以变成石头一样硬的东西，这件事都没法想象。有些老人听他描述，露出那种这个白人小孩是不是发烧了的表情。图德回到波士顿之后，这个画面在他脑子里转了好几年，他越想越觉得这里头藏着一门生意。21岁那年，1805年，图德把这个想法摆到了家里的餐桌上。他说，我要把波士顿冬天的冰装船运到加勒比海，卖给那些在种植园里热得发疯的白人。整桌人愣了一下，然后笑得茶都喷出来。冰是什么？冰是冬天大家骂街的玩意儿。冰是结在屋檐下，得敲半天才掉下来的累赘。冰一遇热就化成水，你装一船冰上船，几千公里航程跑下来，等开到目的地，
整船就剩1池温水。这种生意，3岁小孩都知道做不成。他哥哥更直白，哥哥拿这事写信给朋友，原话是：“我弟弟脑子坏了。”但图德这个人骨子里有一种特别要命的东西，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更要命的是，他爸他妈虽然嘴上反对，但终究是富人，最后默许他拿一笔家产去赌。1806年，23岁的图德掏空了自己能调动的所有钱，租了一艘双桅帆船，叫最爱号，船上装了130吨切好的波士顿冰，目的地加勒比海的马提尼克岛。船在海上漂了20多天，头几天风向不错，图德每天下到船舱里去看冰，冰面上开始渗出细密的水珠，但整体结构还算完整，他心里松了一口气。但过了第10天，海面上的风停了，船被困在热带洋流上，太阳每天从正头顶直直砸下来，船舱的木板烫得能煎鸡蛋。图德再下去看的时候，舱底已经积了半尺深的水，浑浊的混着木屑和草料的碎末，冰块的边角开始变圆，像被人用砂纸打磨过。22天后，船终于靠上了马提尼克岛的码头。水手打开船舱，所有人脸都绿了，大部分冰已经化掉。船舱底部是1池温水，水面上飘着发黑的草料残渣，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闷臭味，剩下没化的那一小撮冰，看起来也撑不了几个小时。在加勒比30多度的空气里，冰面上的水珠密得像下雨。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当地人根本不想买。图德拿着剩下的冰跑去推销，岛民的反应大概是这样：你卖什么冰？饮料变凉，让人凉快。我们这儿300年没见过冰，我们也没死。它能让你家的朗姆酒好喝10倍，我们的朗姆酒已经够好喝了。图德站在烈日下，看着船上最后那一小块冰在阳光底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没有冰窖，没有买家，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这场赔钱。岛上的殖民地总督礼貌地请他去喝了一杯茶，委婉地表示：“图德先生，你的冰确实是个新鲜玩意儿，但我们这里真的用不上。”图德端着茶杯，看着窗外码头上，自己那艘船舱里最后的冰正在变成一滩水，顺着甲板的缝隙一滴一滴流进大海。这一趟他亏了4500美元，按今天的购买力折算，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对一个23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是天文数字。回到波士顿之后，他又试了几次，每一次都赔，赔到家里也开始拒绝再给他钱，赔到亲戚朋友看见他都绕道走，债主开始堵他家门口。1812年，国际局势也跟他作对，欧洲拿破仑战争打到白热化，美国为了在英法两边保持中立，宣布对欧洲殖民地全面禁运。图德赖以为生的加勒比航线被国家政策一刀切断，他的公司彻底破产，债主告上法庭，法官判了关进债务人监狱，直到还清债务为止。那一年，图德29岁，他在牢里待了1整年。牢房很小，潮得发霉，窗户只有一道铁栅栏，外面的世界照常运转，但跟他已经没什么关系了。波士顿上流社会的茶会上提到他的名字，基本上都是嘲笑那个想卖冰的富二代，现在在牢里啃面包呢。但图德在监狱里没有闲着，他每天在心里复盘，不是怨天尤人，是冷静地把每一次失败拆开看。冰为什么化得那么快？船舱到底差在哪？为什么到了岛上卖不出去？如果有机会再来一次，哪些环节是可以改的？我们把镜头从监狱里那个30岁的破产青年身上挪开一会儿，来看看在图德出现之前，整个人类是怎么解决夏天要冰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他们解决了，但解决得很笨、很慢、很贵。中国人在这件事上是真正的祖师爷。早在周朝，朝廷里就有一个专门的部门，部门负责人叫陵人，陵就是冰。这个官和他手下几十个差役，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冬天采冰、储冰，夏天分饼。注意这个分字不是麦是分，你能拿到多少冰是按你的品级算的，天子用多少，诸侯用多少，大夫用多少写在礼制里，
一丝一毫不能乱。在那个年代，冰不是商品，是一种政治符号。夏天能吃到冰的人，等于身上挂着一块写明阶级的牌子。你有冰，说明你够格；你没冰，说明你不够格。哪怕你家有钱，能买10车冰，你的品级不够，吃了就是僭越。这就是为什么周朝要设一个专门的0人官职来管这件事。兵的分配本质上是在管权力的边界。这套系统看上去简单，做起来要命。时间窗口非常窄，你不能随便挑哪天去河上采冰。古人翻农民历，盯着24节气里的大寒，大概阳历1月20号前后，这是一年里最冷的几天。这时候河面冰冻的最厚最瓷实，结晶最紧密，冰里的气泡最少，密度最高。为什么非要挑这种冰？因为这种冰最不容易化。背后是一个朴素的物理常识。同样重量的冰做得越大块，它跟外界空气接触的相对面积就越小，吸热越慢，化得越慢。一颗小冰粒丢在30度的太阳底下，3分钟就没了。一座小山那么大的冰，整个夏天烤下来，外面化掉一层，里面那个心还冻得硬邦邦。古人虽然不会写热力学公式，但这个道理他们用了3000年的实践摸得门清。所以采冰的时候不是切碎，是切大块。重型铁器在结实的湖面上切出方方正正的冰砖，每一块几百斤重。马车一车一车往城里拉，拉去哪拉去？专门修的冰窖，冰窖修在地下。为什么？地下因为地表温度，夏天能飙到40度。但地下足够深的土壤温度相对稳定，夏天也不会像地表那样发烫。把冰藏在地下，等于让大地本身给你做隔热层。地下还得选阴凉、背光、干燥的位置。湿是冰窖最大的敌人，水分会加速融化和热传导。最好的冰窖选在山的北面，地势高，排水好，终年晒不到太阳。冰窖最底层铺什么？铺干稻草和编得密密实实的芦席。这些植物纤维内部有大量不流动的空气，静止的空气是自然界最优秀的隔热材料之一。今天你家羽绒服为什么保暖？同一个原理，羽绒之间锁住的那些不流动的空气，才是真正挡住你体温散失的东西。冰砖一层一层码上去，码满之后，再用稻糠、树叶、锯末把整个冰堆裹得严严实实，像一床厚棉被。最后封死洞口，外面再修一道厚青砖墙。这样一座冰窖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持低温，让核心区域的冰块撑过整个夏天。到了真正大热天开窖那一天，画面挺壮观的。一大群人聚在冰窖门口，提前几个月就买了冰票，冰票上写明哪天来取多少。为什么要搞冰票这种看起来麻烦的东西？因为开一次窖就是一次冷气的大出血。门一打开，外面30多度的热空气忽地灌进去，里面的冰就开始大面积融化。所以精明的冰商不会随便开窖，他把所有客户的取冰时间集中到同一天，一次性开窖，一次性清空，再封上等下一批。这套集中交付的逻辑，今天的物流行业叫批次拣货。古人不知道这个名词，但操作上已经玩得滴水不漏了。迟到的客户，对不起，作废。冰商不会为了你一个人重新开窖。到了宋朝，民间商业冰窖已经规模化了。汴梁的夜市上卖一种东西叫冰酪，把冰敲成沙，加入水果丁、蜂蜜、糖浆，本质就是现代刨冰和冰淇淋的祖宗。有钱人家夏天吃冰酪，跟今天逛便利店买哈根达斯一个意思。唐朝的炼丹师还玩出了一个更骚的操作，化学制冰。他们发现硝石，也就是硝酸钾溶在水里的时候，会产生强烈的吸热反应。把硝石粉末倒进水盆里，盆里的水温度急剧下降，盆中央再放一个小瓶子，瓶子里的水真的能结冰。古人不知道什么叫吸热反应，更不会写化学方程式，但他们凭着几百年的炼丹经验，硬生生摸到了制冷的底层物理。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制冷，比图德的故事早了1000多年。但这个技术有个致命问题，成本太高，1斤硝石不便宜，
只能给皇帝和最顶级的富人玩。普通老百姓夏天要凉快，还是得回到那一套冬天采冰，地下储冰，夏天用。中国是这样，波斯也是这样，古罗马、奥斯曼全都是这样。人类几千年里给夏天降温的方式，万变不离其宗，找冬天的便宜冷，搬到夏天的贵处。这套体系跑了3000年，谁也没动过它的根本逻辑。直到波士顿监狱里那个30岁的破产年轻人被放出来的那一天，1813年，图德出狱，他没钱了，家里也快不再认他了。他能拿到的只剩这10几年的失败积累下来的全部数据和教训。他坐下来，铺开纸，开始一项一项分析当年到底为什么失败，不带情绪，只看物理。第一个问题，冰的形状。他当年切的冰是不规则的，工人拿一把铁斧头在湖面上乱砍，砍出来大小不一，有圆有方有歪。这种冰丢进船舱，没法整齐堆叠，冰与冰之间留了大量空隙，空隙里全是流动的空气，热量就顺着空气钻进冰块内部，再加上船在海上颠簸，不规则的冰块在船舱里互相撞击，撞碎了化得更快，船的重心也跟着坏了，冰块在底部乱滑，大浪一来很容易翻船。他翻出自己这几年记的航行日志，逐天对比温度、融化量、冰块尺寸，数据告诉他，冰块越规则堆得越紧，损耗率越低。图德找了一个工程师合伙人，叫纳萨尼尔维耶斯，两个人花了好几个月，设计出了一个发明马拉的破冰犁，一个铁制的带锯齿的像耙子一样的工具。马在结冰的湖面上拉着它走，下面的刀片在冰面上切出标准的网格线，然后工人沿着线敲下去，每一块冰都方方正正，尺寸完全一样，像现代砖头一样标准冰砖码。进船舱严丝合缝，冰与冰之间几乎没有空气流通的空间，融化速度立刻降下来一个数量级，而且船舱的重心稳了，冰砖像砌墙一样锁在一起，大浪来了也不晃。第二个问题，船舱本身漏热漏水，普通帆船的船舱就是一层木板，冰化掉的水积在底部，慢慢腐蚀船底，同时外界的热量从四面八方传进来。图德的解决方案出人意料，他在船舱内壁加了一层壳，2层木板，中间填满干燥的米糠、牧草和木屑，这些东西都是农场废料，几乎不花钱，但它们的隔热能力极强，道理跟冰窖里的稻草一模一样，靠的是纤维间不流动的空气。整艘船的货舱变成了一个漂浮在海上的巨型保温箱，他还在船底装了手摇抽水泵，让水手每天定时把融化的冰水抽到海里，因为冰水如果积在舱底不排走，它的温度会慢慢升高，反过来加速剩余冰块的融化。经过这种改造的船跑同样的航线，损耗率大幅下降，据说从大半船化掉降到了只损耗一小部分。第三个问题，目的地没冰窖，当年马提尼克岛上没有任何储冰设施，船一靠岸，冰只能立刻卸下来，立刻卖，卖不掉就化掉。这是为什么他第一次会血本无归。他下了一个反常识的决定，不要挖地下冰窖。按中国和欧洲3000年的传统，冰窖一定要挖在地下，但热带的地下跟温带不一样，热带很多岛屿地下水位高，地下水温度不低，把冰藏在地下等于把冰泡在温水里。图德在加勒比海各个港口亲自督建了一种全新的设备，地上保温冰屋，双层厚木板墙，中间填满压实的松木屑，屋顶开通风口，让上升的热空气排出去，同时阻止外面的热空气灌进来。这种冰屋建造成本比挖地较低，搬运冰块进出也方便，一座能装150吨。技术问题被他一个一个拆开，一个一个解决了，但还有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没解决，怎么让热带的人愿意花钱买冰？这才是图德真正天才的地方。他想出来的办法，今天写在每一本市场营销教科书的第1章，免费派样。他跑到加勒比海的港口酒馆里对老板说，我送你1桶冰，
你免费送给客人。客人喝你家酒的时候，加点冰进去，我不要钱。老板心想，这小子是个250吧，但白送的东西哪有不要的？酒馆开始给客人的朗姆酒里加冰。你想象那个场景，加勒比海一个30多度的下午，酒馆里全是热得满头大汗的水手、种植园主、退役士兵，手里一杯朗姆酒，平时是温的，那天调酒师把一块碎冰丢进去，酒瞬间变凉，玻璃杯外壁挂上一层水珠，喝下去，一种他们一辈子没体验过的清凉，从喉咙一路凉到胸腔。第二天，这个客人又来了，昨天那个东西再来一杯。什么东西？那个加了冰的酒。冰从一种没人需要的东西变成了一种喝过就回不去的东西。他没去说服，没去广告，他就让你尝一口，剩下的事多巴胺自己会处理。到了1820年代，加冰的鸡尾酒已经在美国南部和加勒比港口流行起来。原本对冰嗤之以鼻的种植园主开始排队掏钱买冰。那个曾经被全波士顿嘲笑的破产青年开始稳定盈利。他还顺手做了一件事，商船去的时候装满冰，回来的时候用剩下没卖完的冰给加勒比的水果保鲜，运回波士顿高价卖，一去一回，两头都赚。冰和热带水果是世界上2种最容易被时间杀死的商品。图德找到一个方法，让他们在大西洋上互相延寿。到了1830年，图德30多岁，他已经不只是一个商人了，他是一个跨洋物流系统的设计者。他不再是那个被笑话的人，他成了一个让别人不敢笑的人。但他还没满足。1833年，他做了一个让全波士顿商业圈都觉得这家伙旧病复发了的决定，他要把波士顿的冰运到印度。波士顿到印度18000公里，木质帆船全程靠风走，要漂3到4个月，航线2次穿过赤道，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就连他以前最铁的合伙人都摇头。加勒比海是3000公里，印度是18000公里，这不是同一个量级。但1833年的图德跟1806年那个23岁的傻小子不是同一个人了。他在过去20年里已经把冰的长途运输跑成了一门科学。他知道多厚的木屑隔热层能顶多少天的赤道高温，他知道冰砖怎么堆才能形成自我隔热的结构。最外层的冰先化，化掉的冷水会沿着缝隙流过那层冰砖，反过来给里面的冰降温。他甚至提前半年就派人去了印度，在加尔各答和孟买的码头附近选址督建地上冰屋，从码头到冰屋的马车也做了保温改造，车厢两侧加了木板隔层，中间塞满牧草。回到我们开头那个画面，1833年9月，加尔各答港口一艘叫托斯卡纳号的商船靠岸，船舱打开100吨完好的冰，一块一块被搬出来。英国人全疯了。你要理解他们为什么疯。这群人在印度的热带气候里受了多少年罪，外人很难想象。英国本身是个1年大半时间阴冷潮湿的岛国，这些军官和行政官员从小到大见惯了寒冷，结果被东印度公司派到加尔各答，见惯了寒冷，结果被东印度公司派到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常年30多度，潮的衣服永远晾不干，睡觉得靠仆人不停拉绳子扇扇子，中暑是日常。每年夏天，驻印英军都有大批士兵因为高温倒下，轻的卧床，重的直接死在军营里。军官们最怀念的画面是约克郡早晨手指冻僵的感觉，是伦敦冬天窗户上结的霜，是苏格兰海边那股冰冷的风。印度对他们来说不只是热，是一种日复一日的没有尽头的让人发疯的热。突然有人给他们送来了一船冰，不是一小块，是100吨冰。一上岸，消息在英国侨民社区里像火一样传开，军官、商人、行政官员、传教士的太太们全都涌向码头附近的冰屋，每磅大约450克，卖3便士。在当时这是奢侈品的价格，但英国人毫不犹豫地掏钱。他们买回去干什么？做冷饮，把冰块敲碎，放进威士忌、杜松子酒、柠檬水、
在闷热的加尔各答傍晚，端着一杯冒着凉气的酒，坐在殖民地官邸的门廊上。那一刻，他们买的不是降温，他们买的是一小块家乡，一小块他们已经8年没摸过的，属于英伦三岛冬天的那种凛冽的、让人精神一振的冷图德。这一趟净赚了1万美元，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让人眼红的利润。但这只是起点，接下来的事情才是图德从成功商人变成垄断者的关键转折。他知道印度市场的利润空间远超加勒比，英国殖民地有大量高收入的欧洲人口，他们对冰的渴望近乎疯狂，而且愿意付高价。他立刻着手在加尔各答和孟买建起大型永久冰屋，不是临时搭建的木棚，而是精心设计的双层隔热结构，能存几百吨冰。然后他开始做一件所有垄断者都会做的事情，锁死渠道。他跟英国殖民总督混到称兄道弟，频繁出入总督府的宴会。他给地方官员送礼做人情，出钱赞助公共设施。最终他拿到了一样比黄金还值钱的东西——独家经营权。殖民地政府给了他在主要港口存储和销售冰块的独家许可。其他国家的商人眼红了，意大利人尝试从阿尔卑斯山采冰，走海路运到印度来跟波士顿冰竞争，但他们的航线不熟，保温技术差，损耗率远高于图德。更致命的是，他们到了印度，发现码头边上好位置的冰屋全是图德的，独家许可挡在那里，他们连卸货的地方都找不到。图德在这条航线上已经跑了20年，从切冰到装船到隔热到卸货到储存到销售，每一个环节他都反复优化了无数遍。新来的竞争者想追上他，等于要把他20年的试错全重新走一遍，但他们没有那个时间，因为图德已经用独家权把门关上了。他的商船开始出现在世界的每一个港口，悉尼、广州、马尼拉、波斯湾、布宜诺斯、爱丽丝、利马、里约热内卢，全人类，无论你在哪个炎热的港口城市，只要你有钱，你能喝到的冰大概率是从波士顿那个湖里凿出来的。到他80岁去世，1864年，他实质上垄断了全人类的天然冰块贸易。但图德改变的远不只是夏天能不能喝到冰水，他改变了人类吃东西的方式。在图德之前，肉类、鱼、牛奶这些东西离开产地超过1天就开始腐烂。你住在海边能吃新鲜鱼，住在内陆就只能吃腌制品或者干肉。图德的冰改变了这个局面，有了冰，肉可以保鲜2-3天，鱼可以从港口运到100公里外的内陆城镇，还不变质。牛奶不用当天喝完，城市的食品供应半径，因为冰的存在，第一次被大幅度拉长了。它改变了医院。在图德之前，高烧的病人，尤其是热带地区的黄热病、疟疾患者，除了灌草药和祈祷之外，几乎没有降温手段。图德的冰到了之后，医院开始用冰块给高烧的病人物理降温。虽然这不是根治，但这至少给当时的医生多了一种实实在在的物理降温手段。它改变了我们喝东西的方式。今天你在酒吧里点一杯加冰的威士忌，一杯冰镇莫吉托，一杯薄荷朱利普，这些经典鸡尾酒全是在图德时代诞生的。在他之前，没有人往酒里加冰，因为没有冰。冰一出现，调酒师们突然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维度。温度冰改变了酒的口感、香气、释放速度，甚至入口的触感。整个现代鸡尾酒文化本质上是图德的冰催生出来的。更深远的是，他创建了一套横跨半个地球的冷链物流体系。虽然那个年代没有冷链这个词，从波士顿的湖面切冰到标准化装船、保温运输、目的地冰屋存储，最后1公里保温马车送货，这条链条上的每一个节点都是他在20年里一点一点打磨出来的。这套体系是后来工业制冷和现代冷链物流的直系祖先。今天你从超市冷柜里拿出的每一块冻肉，每一盒冰淇淋，它能从工厂到你手里全程不化。这条路的第一块砖是图德铺的。讲到这儿，我们停一下。你以为这是一个关于冰的故事，其实不是。图德真正卖的从来不是冰，
他卖的是一种地理差。波士顿的冬天冷到结半米厚冰，对当地人来说是麻烦；加勒比和印度的夏天热得让人发疯，对当地人来说是绝望。这两件事被几千公里的海洋隔开。在图德出现之前，他们互不相干。图德做的事情本质上是把麻烦和绝望接起来，他把麻烦的产物变成了绝望的解药。中间靠的是船，是木屑，是冰屋，是免费派样。这种生意有一个学名叫地理套利，一个地方过剩的东西搬到另一个地方稀缺的地方，中间的差价就是利润。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眼熟？过去30年，海外华人这个群体一直在重复图德的剧本。洛杉矶圣盖博谷的火锅店在国内是街边小吃，在加州就成了排队2小时才吃得上的亚洲精致餐厅。多伦多市中心的奶茶店在台北一杯几十块，新台币在多伦多敢卖8加元，门口还在排队。伦敦的麻辣烫把国内3块钱一串的食材套上中国街头美食的滤镜，卖给下班的英国白领。悉尼 Eastwood、墨尔本 Box Hill 的中餐馆、烧腊店、点心铺，同一个逻辑，同一种横跨。这些故事的本质都是图德的故事。你的产品不是新的，这些菜、这些饮料在国内是再普通不过的东西。你的客户在你来之前不知道他们想要它。你真正的资产是地理差，是你横跨在2个市场之间的那个能力。但图德的故事里有一个细节，强叔希望你记住，他不是一开始就成功的。他第1次去加勒比海全亏，第2次、第3次继续亏。他在债务人监狱里啃了1年面包，他的家族都不看好他，他周围的人都觉得他疯了。他认准的那件事是对的，把寒带的免费冰卖给热带的有钱人。但这件事他花了20年，把每一个技术细节、每一个营销环节、每一个法律关系一个一个磨平。他不是被灵感推着走的，他是被失败教出来的。到了20世纪初，第2次工业革命让人造冰彻底取代了天然冰，机械压缩制冷设备进了工厂，进了家庭，图德的帝国一夜之间没了价值。今天没有人会为一块冰花大价钱，因为我们的冰箱里随时有冰。但图德的故事从来不是关于冰的，他卖的不是冰，而是地理差。真正值钱的也不是那一块块会融化的冰，而是看见差价，并且敢把差价运过去的人。今晚听到这里的朋友，强叔留你一个问题：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在一个地方没人要，换个地方就能变成大生意？评论区告诉强叔，1句2句话就够，强叔会一条一条看。觉得这期有意思，顺手点个订阅，咱们下期接着拆，下期见。